每日中文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宇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， 继续聆听汉字故事。在上一集，我们静下心来，聆听了心的跳动，学会了让内心如湖水般安宁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人生并不只有禅定的时刻。当新年的战鼓擂响，当梦想在胸膛里沸腾，我们就不能再安坐如山了。心已定，身该动。我们需要一股爆发的能量，向着前方奔腾而去。今天正值丙午马年，王宇想邀请大家跃上马背，握紧缰绳，去感受一种征服的力量。这就是关于马字的故事。请让你的想象力飞越时空，回到华夏古老而辽阔的草原。如果你凝视甲骨文中的马字，你会发现，那绝不是一个冷漠的符号，那是一幅动态的画。这是一匹侧身奔跑的骏马，它高昂着头颅，眼神桀骜不驯。它身后那几笔朗朗的撇画，正是迎风飞舞的鬃毛，而在下面那4点或者4条线，象征着正在咫尺的4蹄。对于古人来说，马不仅仅是家畜，马是很人类在陆地上的翅膀。在驯化马之前，人类的世界只局限于双脚能走到的地方，而有了马，我们的边界便延伸到了地平线的尽头。因此，在漫长的文化演变中，马字逐渐承载了自由、速度和征服的象征意义。如果说心字教我们向内看，那么马字则教我们如何向外冲。新年伊始，王宇想送给大家一个给予魄力的汉字闯。大家看它的构造，外面是一扇门，里面是一匹马。这匹马不甘心被关在马厩里，它要撞开大门，冲向广阔的天地。这就是闯的真谛，去冲锋，去突破。年轻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，就得有好男人志在四方的豪情，必须敢于闯出父母给予的舒适圈。当你敢于破门而出，你就会达到第2种境界，腾。腾字里也藏着马，它描写的是马匹跃起、凌空奔飞的姿态。我们常祝愿万马奔腾，或是腾飞，这正是新年的渴望，不仅要奔跑，更要飞跃，去挣脱地心引力的束缚。但是朋友们，速度是一把双刃剑，如果我们心中的野马跑得太快而失控，灾难就会降临。首先是惊字，意思是惊慌、恐惧。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演变，在繁体字惊中，古人画的是上面的镜和下面的马，描写的是马匹受紧后的狂躁不安。当简化的过程中，惊字的景形发生了变化，原本的马被简化掉了，而取而代之的是左边的竖心旁。这个改变虽然是字形的简化，但却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恐惧最初或许来自外界的变故，但最终它留下的却是内心的不安。当心猿意马失去控制，惊慌便难免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控制不住嘴巴，我们就会遇到骂字。你看这个字，2张嘴架在一匹马之上，那是喧嚣、混乱和刻薄的，这就是骂人的骂。当语速快过了理智，语言就会变成伤人的利器。那么，如何驾驭这股野性的力量呢？我们需要奇字。奇字由马和奇迹的奇组成，
要爬上一头庞大的物体，而让它听命于你，靠的不是蛮力，而是一种几乎是神奇的本领和胆识。只有懂得骑，我们才能把野马变成战马。从骑马的动作中，汉字通过助字传授了我们自我管理的艺术。助是一个形声字，左边是马，右边是表音的主，但它所呈现的意象却仿佛是马必须听从主人的号令。它的意思是停止、驻扎。这里的哲学是，马代表力量和速度，必须时刻听从主人，也就是理智和意志的指挥。懂得奔跑是勇气，但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才是大智慧。最后，只有时间和路途能证明马的扯险，那就是验字，验收、考验。俗话说路遥知马力，如果没有时间这个裁判的检验，所有的新年豪言壮语都是空谈。各位朋友，丙午新年的画卷正在我们面前展拍，就像一片尚未留下足迹的茫茫草原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匹渴望闯荡、渴望腾飞的战马，但王宇希望你永远做那个紧握缰绳的主人，懂得骑在恐惧之上，才不会迷失方向。尽情地向着太阳飞奔吧，但也请记得回家的路。感谢大家今天随王宇在马背上驰骋。拥有了马的速度，我们还需要一样武器来照亮前路，避开陷阱，那就是智慧的光芒。我是王宇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马到成功。我们下期再见。